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，请开门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王先生，38岁，来自天津，待业；胡女士，29岁，来自河北，待业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媳妇儿就一小孩儿，特别天真，脾气还暴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不懂温柔，还不爱做家务，不做饭，拿自己当小公主，所有人都得围着她转，凭嘛呀？他特别大男子主义，特别爱叨叨，他总是对的，比我大9岁，一点都不迁就我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俩结过、离过，又复婚了，我特后悔跟他复这个婚，他怎么就一点都没改呢？他还能改吗？我改不改不取决于他吗？他总不能仗着自己小就为所欲为，他就不能做好一个妻子和母亲应该做的吗？这简直是控诉哈！这是谁先来控诉一下对方？我先来啊，你先来，女士优先。我就是特别后悔跟他复这个婚，因为我感觉复婚后他那些臭毛病依然没改，我真的不想跟他过了。你不能光让我一人改，你就没有错吗？是你的错最多，所以我才不满意。你跟老师说你不有诉求吗？咱俩因为嘛离的婚？不知道是吗？因为嘛离的婚？不就因为那次孩子生病吗？生病2天你没睡好觉，你情绪不稳定，就因为没关门影响你睡觉了，你就大吵大闹，拿衣架打我，拿水壶砸我，那衣架都打弯了，已经都。真的就这么狠打我，还嫌我跟你妈告状。孩子发烧，我连续3个晚上我都没睡好。不是你没睡好，我也没睡好。那是我一直在照顾孩子，你管嘛了？我怎么没管呢？我还怎么管？你让他说2句。我一直在照顾孩子，因为孩子半夜发烧，白天好不容易孩子好点了，我说我补个觉吧，他就一趟一趟的去开我的门，吵得没法睡觉，我就爆发了。其实结婚5年，我们每天都在吵架。所以这次忍不了了，打扰你睡觉是导火索，对，就离了啊。这只是一个爆发点，因为结婚后有孩子，就老觉得我给钱不够。其实我每月都给他5000多块钱，还不算其他的衣食住行啊、吃喝，就是包括家里的水电煤气都不用他管，也给他买包、买什么各种东西啊。你让你妻子说说，你觉得他哪里不满啊？钱上不满他总是说给我钱给的多，但其实一点都不多。我每个月交保险就要2000块钱。再照顾孩子，给孩子买尿不湿，因为钱都是他管，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。钱给的不够，这是1。2呢，特别爱叨叨，结完婚就一直叨叨，包括照顾孩子。因为我本来就是幼儿园老师，我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。我教育孩子的时候，他总插嘴，除了爱叨叨，还有爱告状。每次我们俩只要一吵架，刚结完婚的时候是他跟我婆婆告状。后来他就跟我妈告状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吵完架咱们2个可以沟通，你为什么总是我跟你沟通得了？我到现在为止也是跟孩子大喊大叫，就为刷个牙，觉得不希望孩子在一个叫喊的环境中成长。是因为我每次管孩子的时候你都插手。你俩那次爆发那个事儿之后，是谁要求离婚的？我要求离婚，然后先生你就配合了是吧？我一开始是觉得他可能闹着玩吧，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吵架，他跟我妈也喊了，后来这我就确实有点接受不了，这是我的底线。这2年前的事儿是吗？对。那离了婚之后，咋又复了呢？我就搬出去住了，他就给我发短信说孩子想你，孩子天天哭。他说你回来吧，我就为了孩子我就回来了，但是我们俩分屋。这样的话也不吵架了，所以这属于离婚不离家了呗。对，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了大概1年吧。那咋又想起来复婚了呢？他总是说咱俩复婚吧。你为啥那么想跟人家复呀？我觉得就是双方父母也其实一直在催，一直在劝，而且我觉得感情基础还是挺好的。离婚了对孩子以后的未来也不好。我就说了，我说你复婚，你必须要跟我求婚，因为我们俩结婚前他就没跟我求婚，我就跟他结婚了。我说你再复婚，你不得给我求一次婚吗？我觉得结婚是得没搞求婚这一套形式主义，生活不还是实际一点比较好吗？对吗？那求了没有呀？没有。那你别跟他复啊。他就哄我嘛，我就想，为了孩子算了吧，不求就不求了。没想到复完婚之后，他那些臭毛病依然没改，还是花钱不跟我商量。
他前段时间他说想做餐饮，没有计划好吧也，他就把房子给租了，结果转天才知道执照办不下来，然后又赔了一笔钱。办照的时候，我哪知道他那个因为这个地上有问题？你打个电话就能问的事情，你不去那打你，不能只要求我一个人去做所有事儿吧？你要做的这件事情平时大点对吗小生意也？是你租的房子，你签的字，是你租的吗我就问？你，平时咱俩在家，咱俩谁心细呢？哎呦，这出了事儿你还推责任？哎呀，我不是推责任，有时候照顾孩子所有真的是。我发现你老公真是挺能说的哈。他特别爱叨叨啊，孩子写作业他也叨叨我管孩子他也叨叨我，就没有他不管的，没有他不问你叨叨的跟老师。说实话行吗？你管孩子是管，你老喊。儿子还是女儿？儿子，这儿子没有遗传了你的好风格，就是可以叨叨叨给他怼回去。没有，儿没有子被他说的，现在挺胆小的，就不敢回话不敢反抗，，不敢反抗。没有回话。对，啊，最要命的是他还爱告状。离婚前就因为孩子要复习英语嘛，啊，我们就读单词什么的，就听一听。哎，他就不乐意了，他就说这么点小孩儿，你学什么英语啊？我说孩子主动要学的，我就陪他练一会儿，他就管。啊，然后管完了，我们俩吵架，吵完架，他又跟我妈告状，我妈又数落我一顿。我觉得孩子这个岁数就是以玩为主，不想让孩子们辛苦。他总是他觉得，其实不是，他还拉着都你妈忽略了妈也这么觉得。对，他都忽略了孩子到底想要什么。这是上次婚姻当中时候发对，离婚生的事儿。前的事儿，那现在呢，也还没好点儿。就因为前段时间孩子刷牙的时候，他过来这刷牙吧次没跟，咱妈告状，跟咱爸告的状。反正他们俩都说我了，我不知道姥姥你每次告状怎么告？打电话呀，还是去一趟呢？我去是去不了，有点远，我就微信，直接微信把所有的情况详细的描述，然后拍照片、录像。这个上段婚姻和这段婚姻虽然时隔不久，你觉得这个是更好一点还是更差了呢？更差一点儿。哎呦，那今天你俩谁要来的呀？我要来的，我就想问问他到底能不能改，别老告状，别老叨叨。他天天让孩子玩游戏机，5点玩到晚上9点，这就是他说的教育孩子、管孩子。这是偶尔还是天天这样？天天这样我给孩子老师都跟我说不是，那了。 5点到9点的时候，女士你在干嘛呢？因为他让孩子玩游戏，我要是管的话，孩子就会哭闹，他就会在旁边说啊，那个你别管他了，让他玩一会儿吧。孩子童年应该是快乐的。我觉得他就是在宠孩子，溺爱孩子。不是溺爱，孩子在学校该写的作业都写对了，都完成了。我觉得他还没上小学呢，让他轻松一点过个童年不好吗？不是，这5点到9点光打游戏啊，你不能户外运动一下，干点别的有意思的事儿，是可以不学文化课了。你们俩都没安排别的玩的？一般的话，我会带他去公园儿，周末6日然后会。他就会一直催我几点回家，几点回家，就管得太多了。人孩子喜欢去户外玩，他就总想让孩子回家，在家里我没闷着。说不让去吗？不是，这得问一下胡女士，嗯，是不是老王自己爱玩游戏啊？对，他就挺爱玩的。哎，这个家里边家务活儿谁干呀？您说家务活这真的10次基本上9次是我干，有时候那地面脏了，我实在看不过去了，我总不能让我妈干吧。你们是跟婆婆住一块儿的？我们是一栋楼，结婚那段期间是就一块儿住，后来呢就因为我们老吵架，我妈又买了一套，就自己和我爸住上。老王，我问这么一事儿啊，您说，你们2个刚结婚，然后因为经常吵架，妈妈最后烦了，自己给自己买了套房躲开了，对，之后你们再吵架，你还跟自己妈妈告状，你该不该？老实这么一说，确实有点不应该。所以今天是女方来说，你改这些叨叨乱七八糟的毛病哈。那男士有没有什么需求？我就觉得他花钱还是大手大脚，比如买包吧，还有化妆品，买起来没了。不是，你们不是？我看刚才都说现在是待业是吗？对。我是最近刚失业，这生活费什么从哪儿来啊？我还有一些就是自由职业，就是儿童摄影和婚礼跟拍。我还以为是还跟爸妈要点儿。不是，没有，也有积蓄。啊，那还行。男方的需求是就是规划一下花钱的方式、消费观。所以为什么之前我管钱呢？他就是我认识他时他就乱花。还有什么要求？我就觉得别跟孩子喊。家务方面有要求吗？家务方面，我现在我也认了。哎，这么一听，好像家里边的分工，这先生做的也不少呀。你看他做家务，
每个月还给你5000块钱，是吧？现在已经不给了啊，不给了啊！现在好像就是，但我给你花呀，我是不给钱啊，但我给你花呀。5000块钱不给了，不给了。那你这复婚付的还不如上一次呢。孩子学费什么的我都拿，包括吃喝，他挣的钱他自己花。也就是说，你妻子现在没有经济来源。对，目前是刚是这样。然后因为失业了，然后你也不给钱了。然后你说他挣的钱他花，他挣什么钱了？我以后挣钱肯定给他，不现在不是没挣钱吗？也就是说，你妻子现在在家里面是丈夫不给钱，在外面她还得自己找工作呢，还没有找到工作。对，是的。哎，那雷老师，我听你这么说，我也不舒服。那这女孩不赚钱，现在在家还不干家务，也挺难受的呀。这日子不难受吗？我不是说我客观的说啊，女生有女生的不舒服，男生也有男生的不舒服呀。怎么才能让这个家重新回到温暖的这个轨道啊？这还真得是好好的思考一下。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差不多，你们两个人都在这个婚姻当中去寻找一种既不用费心也不用费力，就是最省劲儿的方法。什么告状啊，有活推来推去你来干啊，你来干。大家谁都不想在这个婚姻当中，但凡多停留一点去。动脑子想一想，对方到底要什么？其实你们要的东西都很直白的摆在那儿，就是合作嘛，就是分工嘛。我觉得男生有些地方说的挺像歪理的。雷老师刚才问的好，是你想玩，还是孩子要玩？我们确实承认啊，在未来的社会当中，可能更多的成功者，前提是因为他会玩，但这个玩怎么理解？如果到大自然、到户外、到孩子之间的这种游戏互动当中的话，就是我们成长起来那个小时候那个玩儿哈，它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探索，它充满了这个世界当中所有未知性，他要面对并且去解决，这是对于他自己探索世界能力的一种培养。但是游戏归根结底它是程序。在一个框定和已经设定好的程序当中，它是不需要培养太多的探索功能，因为它终将在这个框架之内，它逃不出这个五指山。是。所以你培养孩子了吗？您刚才说的这个，我确实挺有感触，我的错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。一家三口在一起玩的时间，对于孩子而言是最好的陪伴和爱的教育。咱就这么讲吧，所有你们小的时候没有实现的梦想，借着养孩子的机会把自己重新养一遍，你的孩子也会幸福。其实我觉得您说的对，你们再复婚，对于你们的意义，远不如对于孩子的意义。所以不是说我轻易的就进来，我轻易的转身就走。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考虑一个6岁的孩子他到底需要的东西是什么。如果你们现在对待婚姻的态度是这样，想过孩子未来他在面对自己人生的3观的建立的过程里，他会汲取到什么样的营养和什么样的引领？我说到这。我觉得告状这事儿啊，真的挺严重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婆媳关系，男人在中无论是鸡毛蒜皮的事儿，还是什么这个和父母之间的矛盾，在7年
8年的婚姻当中，或者是相处当中，你们俩渐渐都忘了什么是爱了。欣赏过你身边这个年轻貌美如花的妻子吗？她为什么跟儿子喊啊？谁跟你不喊啊？你除了絮叨，你有爱意吗？你把本应该是你们这种真的花一样年龄的时光，一是疼孩子，二去疼老婆吗？爱老婆吗？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做。他也需要被爱、被鼓励。你除了数落，你提供什么情绪价值了？你自己去想想，他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他20岁，是吧？她是个天天嚷嚷的姑娘吗？所以先生，作为一个家里的男人，你既要做父母的儿子，又要做孩子的父亲，更重要的，你是婚姻的主体，你要爱自己婚姻中的伴侣。他心情好了，他还会喊孩子吗？他在这个家里没有温暖，只有絮叨和指责，那他的情绪往哪儿发泄？所以先生，修复一下你们的关系。好的。什么孩子回家到底是打游戏还是去公园玩，全都迎刃而解。你俩相爱了，你俩疼爱彼此了，他也不嚷嚷了，你也不絮叨了，孩子也更快乐。女生其实也一样，你也没有给他温柔和笑脸，你也是所有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。虽然我们年轻，但是日子真的要经营。虽然我们只有29岁，但是真的需要用智慧开启你的幸福。如果不把爱找回来，我还真觉得你俩都漂漂亮亮、年年轻轻的，还真说不定哪天一冲动又离了。所以先找回爱，再去把这个家好好的撑起来，好吧？好的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你们2位啊，教育孩子的问题，对于一个孩子而言，我妈妈跟我说不许玩游戏，原本我害怕，我爸爸过来跟我妈妈一通嚷嚷，你为什么要嚷嚷咱们家孩子？瞬间，你们俩都没权威了。我妈下回再嚷嚷我，哈，你今儿声再大点，我爸就该来了。可能你觉得你儿子跟你很亲，老王，但是为什么呢？他是因为佩服你对你做到了他没做到的，他跟你亲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护着我。他对不对再说。所以你们俩能不能关上门？咱是学英语有矛盾，打不打游戏有矛盾，是吧？关上门商量，关上门商量，非学不可，谁管另外一个支持，开门出去一张脸。这个时候，你们2口子说的话在儿子那儿有用，你们俩都不统一的话，在儿子那儿就是废话。我没说你们俩谁对啊，关上门商量一个，打不打游戏，打多久，关上门商量，当着儿子面不吵，当着儿子面谁管谁张嘴，不管的那个只支持管的那个，哪怕我觉得他错了。听见了吗？咱俩得统一战线。你听见了吗？我也听见了。我也听见了。好吧，好的，这是我的意见。其实今天你来告状，告状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，你们的问题早就解决了。为什么复婚？这种状态，一定会在生活当中你要找不回来的。我不希望这样，懂了？懂了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老师们。那带着老师的建议，你们做一下思考。
相信你俩肯定都会出来哈，但出来的时候要对对方说什么，好好想一下。来，请回到各自的门后。你要是出来，你必须得给我求婚啊！哎，对，人家说了还要求婚啊，听着啊，你太可爱了。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还有机会连麦互动。好，看一下这对夫妻的选择会是怎样呢？请开门。哎呀，还4平8稳的，太走2步。哎，你太太刚才说是什么来着？下场前嚷嚷一声，声势挺大。求婚是吧？嗯，戒指戴了吗？戒指没戴，没想这事儿。还求吗？求啊！求，行，求。老师点评，然后我的缺点，说实话，在这一瞬间，我明白了，真正的夫妻关系，不能只有孩子，要包容彼此，尊重彼此。以后我的毛病我尽量改吧，你也别跟孩子喊，咱都别喊。我相信，咱还能过得很好，还像当初认识一样。嫁给我吧。美好发生，怎能不看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请亮灯吧。哎，稍等一下，妻子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这只剩下流眼泪了，有点感动，有点感动了。其实还是有爱的哈。好好相爱，好好守护自己的小家庭，好好照顾孩子，好的，照顾父母。好的，好，好的，祝你们幸福啊！谢谢老师，再会。哎。看到他们这对还是挺相信爱情和婚姻的哈。咱们再看看下一对吧，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？请开门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付，24岁，来自河北，外卖员；小王，24岁，来自河北，银行业务员。那么，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俩目前的感情存在什么问题？他现在安于现状，拒绝规划。我俩已经在一起6年了，从校园到社会，我想要跟他一起走下去的底气，可他根本都不上心。现在他和他的家人都看不上我。当初我为了他放弃去北京工作，没想到换来的是指责和嫌弃。你觉得能和对方走下去吗？我其实有点犹豫了，满脑子问号。现在相处的感觉和设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很珍惜这段感情，但他不在乎。我一直是想好好谈下去的，最后步入婚姻，可他看不到我的努力，也不会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。在一起5年了，对，19岁就在一块儿了。就我俩是初中同学、高中同学啊。然后高考之后，我就觉得他人挺好的，特别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。然后我追的他，目前我们是在唐山，他陪着我工作。什么叫他陪着你呢？就是我是有一份正式工作嘛，然后他为了陪我来唐山。那本来小伙子应该在哪儿啊？本来我应该有一个机会去北京实习的，但是我为了他，我就来他这边陪着他，就为爱奔赴。是。那发生啥了呀？我觉得他现在一点都不上进，然后我要一说他，他就反驳我，就道德绑架我。不，老师，他就是现在就是看不上我，因为我就是有点恋爱脑嘛。毕业以后我就直接就来他这边，然后过来以后我也有工作，我找送外卖嘛。然后他是有份好工作，银行是吧？银行职员。对，他是在银行工作。他就是看不起我嘛，他就觉得我送外卖不上进，但是我觉得我送外卖，我辛苦挣钱也挺好的。我每次都想劝他换一个更好点的工作，更有晋升空间的，就哪怕薪资没有现在这么多，但是我可以之后有晋升空间，我可以挣得多。他是学会计的，然后他考了一个初级证，他就开始不上进了。你想让他去做会计相关的工作？对。
或者让他继续考证。但是他就是觉得我现在能付得起房租，我们俩生活的挺好的，他就特别固执。我就送外卖。我现在这个送外卖的工作，我多的时候能挣6、7千。虽然是你的工作非常体面，你1个月挣2000块钱，现在家里的花销都是我在花，你还瞧不起我，瞧不起这儿。我觉得他想法就特别不对，老师。我觉得他这个工作特别没有可持续性。现在你可以拼体力，那你30岁、40岁，你还是拼体力吗？雷老师，我觉得姑娘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小伙子说的也有道理。但是我们俩现在就属于毕了业了，然后租了一个破房子，然后开了一个2手汽车。工资就越紧，根本就攒不下钱。我就想让他有一点规划，就哪怕看起来挺难的，但是我们至少在进步，有未来。但是他一点都不改变。当时你跟我还说呢，只要咱们2个在一块儿，只要有感情有爱，啥都能克服。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的现实。主要是他这样，我都没办法跟我爸跟我妈交代。怎么没办法跟你爸妈交代？就是我爸妈也觉得我也该到了结婚的年龄嘛，然后就想把我俩事推上日程。他总想让我去平白无故的帮他说点好话。然后上次我带他去我们家吃饭，我就骗我妈妈，我说他是做销售的。是老师，他这件事我就非常不满意。送外卖咋的呢？很丢人吗？我没说送外卖，我是有原因的。我觉得说做销售的话，我妈妈可能就是会更快的同意我们俩的事儿嘛。他一开始也顺着我说了，但是他到了我们家喝了酒之后，他就开始散德性，什么都说我送外卖咋了？我这么着我那么着怎么了？哦，你们家就这条件，就不能要房子，不能要彩礼，还得给他们家搭点儿。你们家经济条件比他家好，就应该你家出这些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就是开始给我妈妈上课，我觉得真丢人，因为好多人都在桌上嘛。后来我也跟他说了，我说我跟你爸妈说这些话确实是我不对，我也是喝多了。我说要不然咱们过后去跟他2位就是道个歉。老师，当时他不让我去，死活就不让我跟你去。我就觉得我爸我妈都害怕他，我也没脸让他再见我爸我妈，就等于把父母彻底得罪了呗。对。那你现在是跟他就是共同租住呢，还是在父母家住呢？租住。哎呦，那你父母同意啊？我也是跟爸妈吵架，就是因为上次这件事儿嘛，他家里就总想着报复我，给他安排介绍对象，他竟然还同意了。然后他最后跟我说：“你陪我去那啥吧，我爸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。”呵。我说你这不情太深了，我都杀人诛心，我感觉就是。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，老师，因为我就是想带他去看更好的人，更好的人摆在我的眼前，我不会选择他，我选择跟你在一起。你是为啥呀？因为我觉得他人还是挺好的，而且对我不是我说你是为啥做这样的事儿啊？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去见相亲对象，就是为了刺激男朋友说，你看我明明有更好的，你这不一样也是道德绑架吗？当时我很生气，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他当时也是骗我去的，到那儿跟我说，我在门口我就跟他吵了，我说我没揍他就够好的了。但是我们已经去了，我觉得他应该考虑一下人情世故。不是你们考虑过相亲对象的感受吗？是。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放了那个男孩的鸽子，我回家还被我爸骂了一顿。小伙子，你的父母见过女孩吗？见过。满意不？之前对他挺满意的，就想着尽快把这事儿给定下来。但是就是我们坐在一块儿吃饭。饭菜还没上齐呢，他先跟我爸妈提彩礼是你家是怎么出的，婚车婚房又是怎么算的？当时我就很生气，菜还没上齐呢，他就说这样的话。不是你能不能别颠倒黑白呀？明明是你爸你妈来问我，那我觉得我不能不回答。他们家就是在给人画饼，说什么在租的房子里边结婚行不行？但是现在。就是小青年刚步入社会挣钱的，不都是在租的房子里面结婚吗？对他们家就这么说的，就特别理所当然。我就有点不开心了。他妈又开始说那就不给你彩礼了，给你俩买辆新车。那新车给咱俩买的，他们俩也不开呀，放到这不就是你的吗？那你们家娶媳妇不需要花彩礼吗？你们家都没有一个态度给我们家，还说什么婚礼先不办了，先把证领了。哎，男生父母怎么说咱们管不了啊，但你父母这么说了，你女朋友不高兴，正不正常？正常。后来老师你都不知道他做了啥事儿，吃着饭吗？就因为我没给他买他喜欢喝的饮料，就那筷子一摔，起身就要走。那根本就不是饮料的事儿。当时我爸我妈看这种情况，肯定是立马追出去，然后给他哄回来。我还又跑超市去给他买他爱喝的饮料，给他拿过来，这才把这顿饭吃完的。老师，我觉得他爸他妈就是给我摆鸿门宴的。我只要一表态，我说我想要什么，我需要什么，他爸他妈开始拿了个点。那我为啥不能带点情绪啊？我就想让他们家知道，我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好糊弄的人啊。你也挺过分的。老师，我觉得我现在真就跟他没法在一起了。我每天我送外卖，但是我回家以后，我还要像伺候公主一样的得伺候她。就是一旦我伺候不好她，就疯了一样，就开始跟我耍。你指的伺候是什么伺候啊？比方说。
他在床上躺着吧，他渴了，他自己不下床。小付，你把水给我拿过来，我喝一口。就这样，那电视你给我打开，手机给我充上电，所有的小事都是我在做。我下班很累了，我都要在做。家务也是你干？对，家务也是我干。你解释一下嘛？银行工作是不是也挺累的呀？对，我就想躺着，我想摆烂一会儿晚上。他有一次过生日，我礼物忘记给他买了，对，他可就不行了。你还自己先说上了，我过生日前几天我说亲爱的，你给我准备什么生日礼物了？他说啊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早上比我起的还早，自己走了，什么都不管。晚上我等到9点多，提了一大兜外卖回来，天天跑外卖送外卖，过生日还吃外卖，我就骂他，我说你是外卖脑袋呀？那你知道这个外卖我是怎么给你点的吗？还都是你喜欢吃的。那你为什么会点外卖呢？不是因为你没给我买礼物吗？那你之前为什么都重视我的礼物呢？为什么上个事儿你都记得呢？好，反正这大事小情哈。但是他特别多坏毛病，就是特别爱喝酒，喝酒之后就散德性。那朋友来了，喝点酒不犯毛病吧？结果朋友给我发消息说，小付喝多，你来接一下他吧。老师，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发怵了。那他喝多了啥样啊？你都发怵？晃晃悠悠的。天天我都得伺候你，我天天就得供着你，我这么着吧，我那么着吧，在大马路上，当时可多路人，朋友也在那儿，就开始一直说我，然后还一直在那儿特别多动作，就晃晃悠悠的。我说咱回家行不行？我不想在外边丢人。他说我不回家，我凭什么跟你回家呀？我送外卖怎么了？就开始跟我散德性。我最后我说我不管你了，我说我走了，我说你自己在这儿吧。不是，这你俩现在这个状况，有人想过分手吗？他之前也是提过，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，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哈。你妈给你介绍那个相亲对象条件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比他好点是吗？好挺多的。小伙子，你爸妈是不是也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？之前对他印象挺好的，但是就上次那件事儿，说了也又不给彩礼，又不给房子，也不是说不给啊。你考虑过分手吗？你这么难，你为了他跑这么远，多委屈呀，对吧？他还嫌弃你是送外卖的，嫌你没有上升通道空间。老师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有的时候我考虑过，但是我们俩是从初中就是同学，感情这么长时间了，然后就是挺舍不得这段感情的，就是尽可量的，就是如果说他能变好一点的话，我还是可以就是愿意接受他。变成什么样？支持你送外卖。是。那万一有一天，再过几年，他晋升成了他们银行的经理，你这个外卖可能将来都机器人代替了，怎么办？他会更嫌弃你吗？可能吧。女生呢？你这个家里人也不同意，你好像听起来也特别的不愿意，又嫌弃他的工作，要不然也算了。但是他改了，我愿意跟他在一块。他改什么？改什么？就是我觉得他首先要对自己以后的工作有点规划，就还是不能干外卖，对吧？然后万一干外卖干的也晋升了呢？那外卖也有主管呀。他如果晋升了呢？但我就想让他回到他自己该去的轨道，就是什么轨道？本来就应该是一个会计师。会计，对，行吧。那究竟你俩到底需不需要改？能不能改？有没有必要改啊？听听老师们的建议。你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，小伙子，我劝你别改。你在现在的生活当中，你挺安贫乐道的。有一天你送不动了，你可能就会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，换一个机会，换一个城市，你会过得不错，也不会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但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个最大的误会，就是你以为这个姑娘也是个恋爱脑。姑娘脑海当中体面不体面、好与不好，根本不是用钱去衡量的。在他们的脑海当中，工作就是有3、6、9等。真正拧巴的人从来都不是你，是他。姑娘，我真的特别想告诉你，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就是希望有一份体面的爱情，就不要在这一刻去专注于说，哎，他觉得他人挺好的。你说他现在跟你拧巴成这样，他人还好吗？你们谁都不会为对方改变的，因为打心眼里都不认同啊。我说到这儿，我相信一开始这个男生是很有吸引你的地方，但是再美好的爱
你俩都挺不体面的。你站在台上说他这个工作我看不上，你站在台上说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好，你甚至带着他去见你父母给你安排的相亲对象，桩桩件件都不体面。你当初喜欢他什么？我相信他一点都没变，你自己挑的呀。你一开始就知道他会因为你放弃自己的工作来找你，因为他就要求今天我过得好，我开心，这就是我的一生了。他如果是你说那种有深谋远虑，想好今天干什么，明天干什么，3年以后怎么样，10年以后我要怎么样的人，他会跟你来唐山吗？人家为什么要来呀？莫忘初衷，你爱他的是什么，人家从没变。小伙子，你也不体面啊！你的工作，我觉得挺体面的，靠双手赚钱，靠努力，有高的收入回报。你说他，哎，你的工作再稳定，不就2000吗？你就应该笑话他。你的工作没有不体面，但你人做事是真不体面。你跑到人家父母面前喝着酒说那些话，你体面吗？2个不体面、没脑子的小孩儿，我们是不是不要沉溺在自我世界当中？世界变化这么快，什么不变？什么有可能不变？真爱才有可能永恒啊！守好你们这份初心，守好你们这份曾经炙热的爱，然后工作也好，未来的结婚计划也好，这些都可以商量。基础是咱们得好好相爱，好吧？我是真的觉得你们回头好好想想我们的初衷是什么，能不能为了这份初衷和我们心底的那份爱携手走下去，其他都可以调整。小王是吧？是老师。他对你好吗？好。好，你看啊，每个月挣的钱都给你花，然后回家家务都是他做。对。你跟他那个家庭条件，你看见了，你上门你知道，5年了，你跟他要彩礼，你跟他要房子，你觉得你该跟他要吗？或者你跟他说，咱们现在开始攒成吗？不跟爹妈要，咱现在开始攒，攒到什么时候够了，什么时候咱俩领证去。你又觉得着急了，因为你24了，所以你也知道，你们俩现在开始攒3年不一定够吧？那你逼着他现在就给，他家庭条件就是那样，他拿不出来，你觉得这是他坏，这是他不爱你，还是你要错了人？咱们先说这个，你觉得你要的这人对吗？不对。不对。你觉得你要的方法对吗？你要的方法包括带着他去见你妈妈给你安排的相亲对象，不管是对他还是对你那相亲对象，你觉得这事对吗？不对。是啊。另外说一下啊，小付，你是真想不付彩礼就要娶她是吗？也不是。不是。那咱能不能商量商量，咱家给得起多少彩礼？你们2个5年了，6年了快，他现在就是想咱赶紧把结婚的事儿说喽，你不明白吗？他24了，他得琢磨着2年之后、3年之后，咱俩是不是就得结婚了？在结婚的时候他着急，这是道德绑架吗？所以你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你们不去探讨对方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个好人。要对方都不是个好人，你们俩这5、6年跟谁耽误功夫呢？既然对方都是个好人，咱把能商量的事儿，咱像个成年人一样商量，对吧？你们俩再商量，如果你们从意识上不能达成一致的话，我觉得
带着老师的建议，你们做一个思考，回到各自的门背后，看看最后的选择会是怎样。来，请回。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，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还有机会连麦互动。我们看看这对情侣他们的最终选择会是怎样呢？请开门。哎，不会吧？女生走了？就是商量不好就拉倒呗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想到过他走了吗？没想到。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出来啊？可能是看我现在还规划不好吧，或者他已经不相信你能规划好了，又或者这又是一次刺激。对。刚才我支持你们在一起，但如果女生确实她和你的人生轨迹的需求不一样，分开就分开，彼此祝福也好。当然看你自己啊，想追可以再追一下。之前不是他追的你吗？是。那你自己说说吧，准备怎么办？我打算重新规划一下我自己的工作生活，继续再把他追回来。好，给你点赞，加油啊！不管追得到追不到，为你的勇气和规划先点赞鼓励支持，加油！好了，祝福你啊，再见。哎呀，所以我们说这个职业不分高低贵贱，爱情呢，只要是相爱，也没有一定对与错。但是，相同的规划、相同的价值观，可能还真的会影响我们未来前进的脚步。也感谢老师们的分享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